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亲家母尿毒症，女儿把我骗进医院换肾，没想到她不仅想要我的肾，还想要我的钱。她甚至还想让我当免费保姆伺候她婆婆。女婿一大家子都要骑到我头上来了，忍无可忍。这个女儿我不要了，他们都给我统统去坐牢。在病房门口，我听见女儿和医生的对话。女儿急躁：“不适配。你是说我妈的肾不能换给我婆婆吗？”我顿时如遭雷劈，傻在原地。女儿今天突然一大早喊我来城里医院体检。结婚后，她就没回过家了。我很想她。坐了8小时大巴，晕着车我到了医院体检，结果是要我的肾。我扶住墙，差点站不稳，怀疑自己出现幻觉。手机铃声响起，女儿接了电话：“喂，老公，不行，医生说不适配。别担心，老公，肾源我们还能继续找，费用你也不用担心。我妈有我爸留给她的存款，她过来还能帮我们照顾婆婆，护工钱也省了。哎呀，什么麻烦？我妈这人就是劳碌命，她之前就是当保姆的，手脚麻利得很，铁定能照顾好婆婆。是女婿陈希静打来的，他们夫妻俩倒是好打算。林婷说得越来越起劲，我攥紧拳头，浓烈的失望涌起，随之而来是一团火。林婷，你还把我当你妈吗？我踹开门，朝他大吼。林婷见状，匆匆挂掉电话。妈，你干嘛？这是医院。女儿一向好面子，她的结婚典礼都不愿让我去，嫌我香味重，丢她的脸。走廊两边的人都看过来，我继续大声道：“不是要把我的肾换给你婆婆吗？”这下路过的护士都皱起了眉，带着探究的目光看向她。女儿着急把我押进房间，我的腰磕到桌子上，刺的一下。她眼也不眨：“妈，你吼什么？又换不了，你们的肾源又不适配，我都烦死了。现在婆婆躺在病床上，要死不活。希静又舍不得她妈，天天跟在床头照顾。再换不到肾，他妈就要死了。你只是没了一个肾，婆婆就能活过来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还朝我发火？你知不知道？”林婷越说越急，竟是怪起我来了，青筋突突的在额头上跳。我捂着腰打断她：“我自私？你这么伟大，怎么不把肾给她？擅自决定好我的肾，结果还敢骂起我来了？本来只是我气头上的一句话，结果林婷竟然心虚起来。她瞳孔微张：“妈，
我怎么能把肾给他？我还这么年轻。他慌张捂住我的嘴，满是惊恐。我养了他10多年，这下我还有哪里不懂？他没有说他是不适配的事，反而像被抓住辫子般跳脚。看来是他的肾刚刚好适配，才着急找来我，想让我顶上。我看向他，失望透顶，推开他。我抓起桌上的手机就要走。妈，妈，你不能走。我跟西静说好，你要照顾婆婆的，还有你的存款，也要拿给我交住院费。女儿大力拉住我，剧痛之下，我往后看才发现，我的腰撞上的是桌子上的水果刀，血阴出一大片。我吃痛，叫医生过来。刚刚盛怒之下，我一时间竟没发现自己撞得这么严重。妈，你答应我，我就叫医生过来。他抓住我的手不放，满脑子都是他的利益。答应他，把我几10年的存款给他，她婆婆得救了，我一个人饿死在乡下。答应她，跟在她婆婆后面端尿倒水，他们夫妻俩乐逍遥，他们一大家子人都乐逍遥。陈希静家可不止他一个儿子。愤恨下，我大力甩开女儿的手。不可能！我凭什么要承担你们的责任？我也是陈希静他妈生的吗？一片寂静。女儿冷冷看向我：妈，你现在变得真自私。你退休后可以在乡下给那些孤儿煮饭，为什么就不能来城里帮衬帮衬我们？你知不知道西静因为她妈妈生病，向外面借了多少钱？你不帮，这个家就散了。散！我看着女儿身上价值不菲的衣服和自己脚下破旧的布鞋，突然笑了。这就是她说的没钱。我摇摇晃晃越过她，一言不发。哪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当自己生了个白眼狼。但没想到女儿被我激怒，冲出去锁上病房门。妈，你就在里面反省，什么时候答应，我就什么时候开门。林婷隔着门玻璃看着我，像看仇人。比起腰上的刺痛，她的眼神真正像个锥子刺进我的心。血越流越多，我的嘴唇变得苍白，体温也急剧下降。手机没充电关机，病房隔音效果太好。更何况，我也喊不动了。谁能想到自己会被养育了20多年的女儿背刺？我摔坐在病床上，恨得流泪。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竟然要为了一个外人置我于死地。我看向床头的呼救铃，大力摁了下去。以后，我只有自己，哪里有女儿？医生很快就赶到，护士拿着绷带在伤口上包扎。阿姨，小心疼，痛的话可以抓住我。年轻小女孩抓过我的手，放在她衣服上，语气满是关怀。我认出来，
她就是刚刚在走廊门口的那个护士。谢谢。连一个陌生人都能这么细心。我那白眼狼女儿在干什么？门被猛地推开，女儿冲进来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冷冷盯着她，扣紧掌心，一言不发。气氛降低到冰点。她才愣愣过来问：痛不痛呀？妈。我把桌子上沾着血的水果刀砸向她。痛不痛？你感受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林婷被吓得后退一大步。妈，你要杀了我吗？病人失血这么严重，你刚刚在干什么？护士看着地上的血，眼神刺地看向女儿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婆婆也生病了。刚刚她在输液，我总得在旁边看着吧，不然血液倒流多危险。我也很忙很累的。婆婆和妈妈，我哪里照顾得过来？我被刀扎破，流着血。女儿在看她婆婆躺在床上静静输液。输液会有护士定时定点一直看顾着的。你在撒谎。护士放下我的衣服，满是鄙夷地看向她。林婷滞在原地，面色难堪。你别多管闲事，包完赶紧滚。这是我妈，又不是你妈。我按在小护士手背上安抚。谁说你是我女儿？我可没你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女儿。在医院住了一天，福利院打来电话，孩子们都很想我。我收拾好行李就要走，突然冲进来一群人，风尘仆仆，一看就是飞机刚落地，手上都还提着行李箱。喂，你就是林婷新喊来的护工吗？什么护工？那是林婷他妈。林婷让他妈来照顾咱妈。我靠，不是吧？我看过去，黑压压一群，穿的戴的都金光闪闪。是啊，这不是她好老公的兄弟姐妹们吗？怎么一个个人模狗样？结果他妈要我来照顾，换肾要用我的。哎，你们等等！林婷气喘吁吁从外面跑过来，她似是没想到他们会冲过来，满是心虚，窘迫地解释：对，我喊我妈来照顾。林婷抓住我的手，贴近我的耳边：妈求你了，你先帮忙演一下，不然我脸都丢光了。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我哼笑一声：我可没跟你说好。我站起身，大声道：我不是护工，也没答应他。都让开，我要回家。一群人大喊起来。这林婷不是说找护工都包她身上吗？我们在国外没办法回来照顾，钱可都是给她了，每家出1万。林林总总这护工一个月也有10万呢。哎，我怎么不止？林婷跟我要了50万。她说妈找到肾源，现在就差检查身体了。我大惊，无耻真的没有下限。
所以林婷是把那些钱都独吞了。她那四处借钱的好老公知道吗？林婷被那群人团团围住。魏嫂子，钱呢？凭什么你找我要的更多？骗我呢？侄女婿狠狠攥住林婷的袖子，满脸怒气。妈的肾源也没找到，怎么回事？女婿大姐尖利的指甲就要戳进林婷保养得体的脸蛋，他们像是要把林婷的皮生剥了，气得火冒三丈。摇摇头，我走出房门，竟然看到陈希静。我那好女婿僵着站在门口，他胡子拉碴，满脸憔悴，攥紧着拳头，紧盯林婷，大吼：“你不是说我哥哥弟弟都不愿意出钱照顾妈吗？女婿的兄弟姐妹都出国了，一直不愿意回来。”这还是林婷跟我吐槽的，说现在只有他们赡养她婆婆，女婿跟他们闹掰。没想到还跟他们有联系的是林婷。他一边跟他们收钱，一边骗陈希静说没钱，结果把钱全部都存到自己身上。难怪非要我交出存款，还要我留下来当护工。原来是他们要从国外回来，他走投无路，瞒不下去了。我看着怀胎10月生下的女儿，第一次觉得她那么陌生。女婿拉住林婷的领子，压抑着怒气：“林婷，钱呢？你在耍我呢？我每天照顾妈那么辛苦。”他一把甩开林婷，气得发抖。林婷僵着脖子，硬着头皮回：“那是你妈，你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又不是我妈，我愿意照看已经是我的情分了，好吧？他们那么多年都不回来，你去上班，婆婆还不是我照顾的，我多要点钱怎么了？”其余人紧盯着他，表情变得凶狠。眼见他们要压过来，女儿颤抖着唇，茫然无措。大不了我把钱还给你们，我让我妈当护工。她甩开他们，猛地扯住我，紧张的左顾右盼，直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过来，送来的是一份协议，自愿照顾沈芙蓉50年，不求回报，自愿把自身存款全部交予林婷女儿。沈芙蓉是她婆婆的名字。协议下方白纸黑字，赫然是我的大名。妈，这份协议可是有法律效应的，违约可是要罚款300万。他竟然是趁我刚到医院晕车，骗我签下名字。但我记得，当时我签的根本不是这份协议。我回头望去，一群人都盯住我，像看见猎物的狼。唯一的屠刀，竟是拿在我女儿的手上。我把协议抢过来，一目十行看完。你确定这个有法律效应？我看着离谱的条件和半真半假的印章，把协议拍女儿脸上，大吼：“你还要脸吗？林婷！要不是现在在大庭广众之下
再加上腰间有伤，我真想狠狠给他2巴掌。林婷不管不顾拉住我，理直气壮。反正协议签下了，你必须这样做。整个医院的人都被我们吵到，走出来，看这出好戏。我冷静下来。既然林婷胡打蛮缠，我不介意让他们丢脸得更彻底一点。面子可是她最看重的东西。照顾她婆婆有些原因也是因为她担心别人指指点点她。她最在乎的就是她的美名。再说了，林婷自己犯下的错，自己解决。想让我来给她擦屁股？做梦！我反手拉住林婷，硬憋出几滴眼泪，颤颤巍巍。妈真的没钱了。你要妈把钱给你养婆婆？妈都给你。妈刚捡了点废纸板，卖了个好价钱。这些你拿着。我从身上胡乱摸出几张做大巴用的零钱，故意低下头，不知所措，露出腰间缠着的绷带。热心肠的大爷已经拄着拐杖出来骂：“哪有你这样对亲妈的？真是狼心狗肺！没看见你妈腰间的绷带都阴出血了吗？不养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要钱！我要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直接拿根白绫上吊算了。”大爷的女儿扶住他，一脸鄙夷地看向林婷。林婷的脸一瞬间青红交错，她企图扯住我离开，但我就是稳稳的站在医院大厅中央。反正我不嫌丢脸，不就是比谁脸皮更厚？来呀！是啊，小姑娘，你怎么骗钱还要亲妈还的咧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好心大姨摇着头，亲妈你也敢这样做？举头3尺有神明啊！知道的以为是你妈，不知道的以为是你家的保姆。你们看这个小姑娘自己穿得光鲜亮丽，她妈妈连个布鞋都要打补丁，浑身上下没有像样的衣服。哎，是太颜良啊！是啊，都说养儿防老，怎么一把年纪了还要替她养婆婆？她老公也不知道死哪里去了。听到这个，陈希静也是面色一变，顿时抬不起头。众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把林婷骂得抬不起头。我悄悄拿出手机跟福利院打了个电话。陈希静一大家子反应过来，一把就抓住了林婷的头发。贱人，竟然敢吞钱！把钱交出来！我妈死了，我让你也死。我给你的钱呢？不是说妈的肾源找到了？听说找到了我们才回来的，结果你耍我们呢？他们粗鲁动手，完全没有再把她当成嫂子，反而是泄愤的对象。他们这一大家子也是可笑，自己的妈10几年没回来看，等到人要死了，不给钱过意不去，才来这假惺惺。现在觉得自己的钱被吞了，倒是比自己的妈躺在病房里还要激动。林婷红着脸，
大吼一声：“够了！”他一把把我扯进病房，不敢面对。但现在他的名声可是臭了。他这么好面子，必须穿得光鲜亮丽。那就看看他被唾沫淹没的时候，还敢不敢嚣张。到了病房，女婿陈希静他妈沈芙蓉躺在病床上，浑身干瘦。再没有我第一次见到她那富贵的模样。她插着尿管，整个人孤零零躺在病床上，企图张开口，但只发出几个嘶哑的声调，眼角满是污垢，嘴唇干裂，一看就没有人精心照顾过她。对视上她的眼神，哪里满是绝望、兔死狐悲。看见她苍凉的模样，我的心里也是一震。我走过去，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想给她倒杯水喝，就算是沾了水的棉签也好啊。一大家子没有关心她，看都没有看一眼她，反而找起林婷麻烦来。林婷被一大群人逼到墙角，就连她的好老公都偏过头不去看她。她被禁锢住，瑟瑟发抖，眼睛滴溜转，也想不出来策略逃脱。她哪里还有退路？贱人！我们给你的钱可不是让你私吞的。你把妈照顾成什么样了？二姑子压不住怒气大骂，把林婷直接推倒。行了，说这些也没用，把钱还回来。死骗子！还钱！死婊子！有冲动的已经在准备喊律师起诉诈骗。林婷气得跺脚，她可怜喊着老公。陈希静却毫不犹豫转身，握住病床上沈芙蓉的手。林婷退无可退，故技重施，又盯向我。反正我妈跟我签了协议，我让我妈还钱给你们。我毫不意外，冷冷看向她。钱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救活你们妈吧。找到适配的肾源了吗？闻言，在场的人都冷静下来，神色变幻莫测。陈希静红着眼，还没有找到适配的肾源。我笑了，那不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吗？我看向林婷，成功把一群人的视线都吸引过去。不是说我自私，没个肾也没什么的吗？那我把这个大公无私的机会让给他。其他人知道他的肾适配后，会干出什么？我可不确定。陈希静紧盯着林婷，眼里燃起熊熊火焰。林婷瞪大眼睛，飞速摆着手。没有，我测过的，不适配。妈，你疯了吗？林婷扑向我，带着恨意。是不适配的？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扑倒一半，他就被他们一把拦住。我看着他自作孽不可活，冷笑，信了他的鬼话。来医院体检才是我疯了，我就不应该来。林婷惶恐的大叫，没有一个人理会他。
他死死扒着病房门框，双指都要嵌进去。果然，鞭子打到他身上，他才知道痛。林婷终于顶不住怒吼：“你以为你们清高？你们还不是想要婆婆的钱？婆婆病倒了，你们才知道她还有一笔钱，什么1万块护工费，那是你们担心分不到钱才施舍的，这样你们才有机会分钱，救活婆婆。明明你们是担心婆婆死了之后遗产要平分，但她活着，这样打探出来钱在的地方就可以独占。”林婷疯癫般盯向陈希静：“你就是好人，你每天贴在你妈面前，还不是为了打探钱在哪个地方？要我说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虚伪。这波也是给我吃上瓜了。沈芙蓉这些儿女也是一个比一个白眼狼，心思被戳破。一大家子人都笑了。破罐子破摔。对，我们就是要钱。那是不是把你的肾给我妈？我妈活了，不就有钱了？原来这一大家子给林婷钱也是为了投资罢了。毕竟这样才有正当理由分钱，或者说，才能找沈芙蓉邀功，看能不能给她更多的钱。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难怪不能让她死。她活着，自己分到钱的概率才大呀！林婷尖叫着，不断用哀求的眼神看向我。我内心毫无波澜地看向她，无悲无怒。很快，一大家子就把大哭大闹的林婷架进检查室。我再次拿起行李，被女婿拦住。林婷说：“你会替他出手术费？把钱拿来。”哟，陈希静才是真的大孝子啊！就是这话，他自己听着不觉得厚脸皮吗？连手术费都不舍得自己出。听林婷说他还四处借钱，我怎么不信呢？真借假借，谁知道呢？毕竟他连孝顺都是装出来的。我拿着行李，推开门，带着不屑和一丝惊讶。谁说的？你们一大家子人凑一下，不就齐了？凭什么要我出？我有什么责任？按这个逻辑，是你们应该给我钱吧？难道我算不上长辈吗？还是我这个岁数是白长的？还真想让我出？究竟是谁给他们的脸？不是签了协议吗？怎么毁约？你是林婷的妈，当然要替她出钱。侄女婿一把堵在我面前，一脸愤恨。是他给林婷的钱被独吞后的暴躁。他长得人高马大，一看就生活滋润无比，身上带的穿的，无一不价值昂贵。就是这样的人，竟然不仅想要瓜分亲妈财产，还让我这个他八竿子打不着的长辈出钱给他妈换肾。就是这话，他自己说出来，不觉得自己打自己巴掌吗？还是嫌自己脸皮太多了，直接乱丢脸？乱丢垃圾可不是什么好习惯，需要有人好好教训他。
我嗤笑看向林婷落下的协议，拍了拍手。病房走进7、8个青年小伙，他们意气风发，一看就正气十足。这是我联系福利院喊来的救兵，孤身一人，怎么逃得过他们这群不要脸的人？毕竟不要脸就是完胜了。我是 A 大法律系大4学生，已考取律师从业资格证。一小伙淡定报出自己身份，拿起桌上的协议，看了眼，随后他嘲弄般把协议丢回桌面。这根本算不上一份协议，完全没有法律效应，就连协议生效时间也没有。怎么生效？其余小伙拿起桌上的协议后，有不客气的，甚至当场哈哈大笑。这协议日期是不是都写错了？哈哈哈哈！连存款是多少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以为伪造一个签名就可以了吗？这个人到底懂不懂法呀？太可笑了！林婷请来的人，我以为有多牛。刚开始我还紧张了一下，看见那份我这个外行人都嫌假的协议，我就知道，那只是个花架子罢了。一群大学生都能轻而易举识破其中的漏洞。闻言，在场厚颜无耻的人都变了神色，他们面面相觑，一时间竟是被这些小伙的身份压得不敢说话。以为这协议是免死金牌吗？敢把张破纸当成束缚我的工具？我笑了。这就是林婷搞了2天搞出来的协议吗？想圈住我？没门！我还没拿起行李，就有个小伙抢着帮忙提，6、7个人簇拥着我，拦着这一大家子狼。传出去多炸裂呀！自己妈妈的存款要贪，现在连嫂子妈妈的存款也要贪，这放在全世界都是不要脸的顶尖。走出房门，女婿还想拦，被剩下的小伙堵住。我看向检查室的方向，女儿啊女儿，你的肾还能保住吗？这一大家子才是真正的狼啊！回到福利院，院长和小孩都朝我扑过来。院长今年40多岁，比我年轻多了，毕竟我都退休了。但他在福利院奉献的时间，却是我的好几倍。有相当一大部分原因，我愿意加入福利院当后勤，贡献自己，也是受他的影响，受这位优秀女性的影响。6、7个小伙站在门口，妥善安置我的行李。他们是上个暑假来福利院做志愿，恰巧和我认识的，还刚刚好就是法律系的。我打了个电话过去，他们就马不停蹄赶上门了。这份恩情，我没齿难忘。为了感谢他们，我在福利院炒了一大桌子菜，每个人都吃得额头冒汗，竖起大拇指直夸我的饭菜好吃。夏风徐徐，逐渐吹去我心里那股火。以你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我怒吃2大碗米饭，油嘴滑舌的小伙头埋在碗里。
但还忘不掉贫嘴。以我能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？我不回去上学了。咦？他不去上学，那我也不去。那我也。他们还敢竞相举起手来，逗得福利院的小朋友嘎嘎乐。我一人给他们额头一个大弹指，还敢贫嘴。看着这一群人其乐融融，我那刺痛的心脏才缓和过来。林婷小的时候也爱吃我做的菜，她也会抱住我，说：“妈妈，我好爱好爱你，你做的菜超级超级好吃。”是什么时候她变成现在这样？连亲妈都敢残害。是什么让她为了钱和面子什么都干得出来？我摇摇头，不愿去想。那把水果刀的触感还在我腰间隐隐作痛。我不会忘记小时候的她，但也绝不会原谅现在的她。对我来说，长大后的她早就不是我的女儿了，缺了只手臂被丢掉的小孩，拿着自己折的千纸鹤，羞涩朝我走来。这个，给你。皱皱巴巴的千纸鹤，我也不知道他用一只手要叠多久。我捧住他的身子，狠狠亲了一口，但没想到，下一刻，全院小孩都捏着千纸鹤朝我跑来。大妈妈，这个给你。他们喊我大妈妈，是我让他们喊的。我说，既然你们没有妈妈，那就我当你们的妈妈。我当大妈妈，比妈妈还厉害。福利院院长在旁边面带微笑，他拍拍手，所有千纸鹤都朝我飞回来，抚平我内心不平的伤痕。没有人知道，林婷变成这样后，我的内心还有浓浓的挫败感和无力感。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四亲不认、自私自利的模样？我一度怀疑自己起来，但现在，福利院和这7个哼哧哼哧干饭的小伙，无疑不再告诉我，人是会变的，这是真理。但有的人，你给他1分好，他恨不得还你几百分；有的却是被贪婪的漩涡覆盖，你对他1分好，他恨不得夺取万分。是人错了，不是我错了。我握住千纸鹤。林婷不是问我为什么宁愿待在福利院，都不愿意和他到城里吗？这就是答案。他们懂得感恩，懂得回报，而不是变成白眼狼。我刚在福利院休息1天，林婷就抓着那可笑的协议上门。她还穿着病号服，面色苍白，摇摇晃晃，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。担心她影响福利院的秩序，我把她领到一边，随后毫不留情一把撕掉了那份协议，纸片纷飞。她难以置信地看向我：“妈，你变了。你忍心看我真的被挖肾吗？我可是你的女儿啊。妈，你的心是铁做的吗？哪有生来就是铁做的心？”
这些都是被他锤炼出来的呀。只有心铁了，才不会受伤啊！林婷瞬间大哭起来，她怎么也抹不完脸上的泪水，哭得惊天动地。妈，你知道吗？陈希静变了，她现在就是个垃圾，跟她之前完全不一样。她只想要他妈的钱，完全不管我死活。我死了，她都不会管呢。妈，那一大家子人都要我的肾，他们让我不出钱就割肾。妈，我没有钱，我也不能没有肾，但我还有你。他抓住我的手，苦苦哀求。还有我，是还有我这个大傻子，供他利用吧，供他换东换西，任劳任怨，从不会忤逆他。现在，我可是醒悟了，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？除了自己，全都是会变的。妈，你用那笔存款，用爸给你留的那笔存款，买一个肾来好不好？买一个肾来给婆婆，这样就不用挖我的肾了。只要找下去，肾一定能找到的。千万不能马上就换掉我的肾啊！林婷突然像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情，哆哆嗦嗦起来。我不能没有肾。我听说，肾给了别人，自己没了肾，毒素就没有办法被清洁，会导致中毒感染的。林婷抓着头发大叫，在没有之前那副高高在上，说你怎么那么自私的模样。这次找我不是挖掉我的肾，打我的主意了，变成了买肾，继续打我的存款的主意，还真是灵活变通。我的好女儿啊，你不是说，你只是没一个肾而已？你婆婆没有肾会死的吗？不是说没掉一个肾换一条命很值吗？现在怎么不愿意救人，不愿意做出你说的这么伟大的事情了？林婷想起自己之前说过的话，懊恼不堪。妈，这个手术如果不成功，会死的，有20%的概率我会死的。你想看我去死吗？我还这么年轻。呵呵。我盯着他，一动不动，眼神发冷。那你之前是怎么敢让我来换肾的？让我死掉就可以吗？我的肾我的命就不值钱吗？还是我是你妈就应该无条件服从你？自己都害怕捐肾，让我来。自己年轻，命值钱，我就该死。生命哪里有贵贱？只有他才能划分出个高低出来。林婷反应过来，她抱着我的胳膊，不服气道：“不是才20%吗？妈，我根本没想让你死，好吧？你干嘛非得说话这么难听？我也是考虑到这个概率比较低，才敢让你检查试试的。”我毫不留情把手臂抽出来。那你就去换肾吧，反正才20%。我也是考虑到这个概率比较的，才不担心你的呢。我把原话还给他，懒得再跟他费一点口舌。
再说下去，我真怕我气得给他2个大巴掌吃，就怕那巴掌太大，我要负刑事责任。毕竟我可不是法盲。林婷噎住，但还是恬不知耻拉住我的手。妈，我们先不说这些，你把爸留下的钱给我，我们这辈子都不见面都行。说到这笔钱，我眼神愈发冷。你爸的钱就是让你这么用的，你不怕他现在就跟在你身后看着你吗？林婷被吓到，瞪着眼，不敢说话。他们一大家子是死了吗？买肾的钱让你找我出，还是他们的钱是冥币，在人间就花不得，的死了去地府里花呀？我也是受够了，跟林婷在这里纠缠钱的事。他们那一大家子死哪里去了？还敢隐身起来？我还没算他们在医院拦住我的账。闻言，林婷低下头，支支吾吾。他们之前给我钱了，但我都拿去用了。这句话说的倒是小声，钱原来是都给他用光了。想也知道，是我这个好女儿为了面子，又去买什么奢侈品包包充场面了。妈，他们现在要我还钱，还要我的肾，你救救我，快拿爸的存款救我呀！他什么都不顾，只会念叨着这事了。他爸，也就是我的丈夫死后留下的钱，是他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女孩，自己出了车祸去世后，司机赔偿的。想到这，我眼眶一热。丈夫是个最正直善良的人，在医院抢救，好不容易恢复意识，还强撑着给我留下遗言，让我行善。我怎么可能把钱用在这种地方？呵，我冷笑。你跟陈希静离婚不就好了？你不愿意捐肾，他们也没办法直接割下你的肾啊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可不是说挖就挖的时代。谁知林婷犹豫起来。可是离了婚，我就分不到婆婆的钱了。我也照顾了她那么久，凭什么我一分都得不到？妈，你把钱给我，让我救活婆婆，这样她把钱给我，我就能给你养老了。婆婆有一笔巨大的钱，这个老不死的就是一直藏着。林婷越说越兴奋，呵呵，她这是既要又要，骗了他们钱用光，只能被逼着割肾，不愿意割肾，又想她婆婆活过来把钱给她，最后竟直接打上我的存款和肾。哪个正常人的脑回路会是这样的？我和他爸脑子可都是正常的，他这是直接变异了，变成脑残儿了。再说了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用存款养活自己？何必指望别人？我看向林婷，她现在自私自利，贪婪的完全不像样。我甩开她，那我管不了。你想要钱，就去割肾吧。我就是把钱全部捐了，
也不会给你干这种事。他们那家人可不是好惹的。你不要命就别扯上我。记得把你的户口给我迁出去。我说过的，我没你这个女儿。林婷计划失败，崩溃大叫：妈，你就看着我去死。拿到钱，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他眼里的仇恨越演越烈。我平静地看着那个眼神，心无波澜，转身离开，没有回头。回去福利院后，我马上联系上那群大学生，必须尽快把福利院迁移到另一个新位置。乡下这里水平落后，院里招不到老师，早就该搬走了。况且还有白眼狼女儿这个定时炸弹，我绝对不能让她毁了福利院。我提不上给她富足的生活，但也是所有事情都先紧着她。从小到大，每一次6·1儿童节、生日，各种各样的节日，她要什么，我哪一样没有满足。他爸早逝，我一个人拉扯他，冒着风风雨雨，就这样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。结果他转身就把我送去医院割肾。要不是那笔存款被我藏得好，我骗他没那么多，不然我现在就跟她婆婆一样，躺在病床上等死。我早该知道她靠不住，自己才是生活的底气。我马不停蹄物色新城市，收东西，搬东西，入住一条龙。多亏那几个小伙的帮忙，事情完成得非常顺利，也终于真正甩开了林婷。等林婷再敢找上门，就会发现人去房空，就连福利院都是一片空白。我继续在福利院充当后厨的职位，换着口味做他们爱吃的菜。小伙经常来院里帮忙，来院里做志愿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每一个笑脸都让我斗志满满。直到熟悉的号码打来电话，20几通，夹杂在另外几通满满几十分钟的通话里，显得可笑。不过想了想，我还是接通了。打来的是林婷的电话号码，声音却是陈静熙。把换肾手术的费用打给我。林婷和我妈的肾已经换完了。她声音平静，话却这么不要脸。知道的是跟我要钱，不知道的以为她在跟我汇报什么公事。什么项目打款记得给他吗？真是可笑。凭什么？是法律规定的，还是我的钱写你名字了？你是林婷他妈，她现在欠我们钱，就得你替她还。陈希静怒气冲冲，这话里话外竟是把林婷当成了外人。她也终于暴露了真面目。以前老装作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，第一次见到她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是林婷疯狂维护她，说她是城里的，高傲点正常，让我小心点，别惹事扰黄了她好不容易相中的老公。我当时害怕拖累她，
甚至是家都不敢回，住外面51晚的宾馆。就因为陈希静说乡下吵闹，家里多一个人，他都要睡不着觉。他用貌似有礼貌、体贴的话语说出这些话，请我出去。我当时听着就浑身刺挠，不舒服。奈何林婷一个劲使眼色，让我赶紧走。我当时就不应该忍。我的家凭什么让他睡得安分？现在想想，我呸！道貌岸然的人怎么装，都会露出内里恶臭的气味。我的话说到一半，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。陈希静，你真该死啊！你竟然真的把我的肾挖了去救你妈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妈的钱要是不分给我，我跟你们全家没完！我要告你们联合医院不经过本人意愿挖肾。是林婷，她抢过手机，再次嚎啕大哭。妈，他们囚禁我，逼我去别人家当护工赚钱。你快来救我！妈，你快来看看我！林婷的声音越来越虚弱。下一刻，砰的一声后，只剩下我在电话这头沉重的喘气声。陈希静突然发出声响：“妈，林婷的肾换好了。她这个手术的费用可是贷款来的，你不替她还，那就让她一家一家去做护工赚钱吧。”我难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，像是被人性的恶浸到冰窟里，浑身冰寒。林婷这是选错了人，但犯错就要受罚。不知道痛，只是因为鞭子没打到自己身上。如果我的肾是配，如果没有7个青年小伙帮我，现在在那头大叫，被挖了肾的就要是我了。换完肾，说不定我还要给她婆婆端屎端尿，林婷还要吆喝我干这干那。我放下手机，收起情绪，再没有半分波澜，径直走进福利院。一个小孩笑着跑进我的怀里。今天我们学画画好不好？半个月后，一切都缓缓步入正轨。即便我的电话号码一换再换，林婷在这期间依旧不断发信息、打电话给我。我一概视作看不见，反而跟另一个陌生号码不断联系。找我干嘛？有困难找警察呀。直到他再次用陌生号码发来信息，我也不想认你这个妈。出来，把我的户口迁出去。我这辈子都不想当你的女儿。看着信息，我愣了一下，很快就回了这个月以来第一句话。我说好，也给这半个月来不断联系的电话号码发了信息。信息是：鱼儿上钩。林婷约我在咖啡厅见面，我二话不说，带上户口本就到了。破旧的户口本上，只剩下我和他。他爸那页上已经是销户了。谁能想到有一天，我会跟女儿断绝关系，她的户口会移出去。
还是女儿愤恨不满提出的，真是世事难料。我在咖啡厅等了林婷2小时，期间不断从陌生号码那里接受信息，掌控全局，直到咖啡凉了，林婷还没来。我奇怪打过去电话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耐着性子等待，等来了一句闷棍，痛到像是击进了我的灵魂深处。昏沉中，我听到2个声音，真是他女儿抵押给我们的，肯定是了。这一层咖啡厅，我们观察2个小时，还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等。我靠，我不敢信呐，王哥，这样一个老太婆都能被他女儿卖了。别吵，做戏做全套。一滴泪落到地板上，我发誓，那是最后一滴，还是痛的。醒来是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，我忍着头上隐约传来的阵痛，艰难睁眼，就被结结实实泼了一盆冰水。我被刺得一震，差点说不出话来。看来他们是在等着我醒，一发现有动静就朝我狠狠泼水。喂，死老太婆，把你的钱交出来，不然你的眼角膜、你的心脏、你的肾通通都要被我们摘去卖掉。2个大汉出现在我面前，按住我的肩膀吼道。我看着穷凶极恶的2人，淡淡问：是我女儿喊你们来的？她欠了钱。2人面面相觑，竟是不敢直接跟我说，太嘲讽了。连陌生人都知道这件事实在太残忍。我的好女儿可是直接就干出来了，她可是直接把我卖了。是，你女儿向我们贷款，现在还差钱没还，她已经把你抵押给我们了。看来就是陈希静说的，贷款换肾手术。林婷呀，林婷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现在是你把我逼到绝路上的。那你们不绑他，怎么绑到我头上了？我故意装作疑惑，询问道。藏在袖子里的录音笔，正一句不落勤勤恳恳的工作，还有耳朵边的窃听器，也把他们的话准确无误地传了出去。他们这样蠢，连身也不搜，哪里像绑架的？你是他妈，当然要替他还钱。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们，让你还钱了。又是这句话，我是他妈，我就要 XXXX。我是他妈，我就活该被挖肾。我是他妈，就活该把钱全部给他。哪有什么活该？这是我的身份，不是我的义务。我忍了忍，还是火冒三丈。所以是我女儿欠钱，把我卖给你抵押。对，她借款，结果还不起，私自决定让我替她还。对，她说我是他妈随便挖器官。对，一个大汉反应过来，你说那么多干嘛？还钱。干嘛？因为我早就有准备了呀。我怎么可能真的傻乎乎的过来自投罗网？我当然要做好准备。
这些话都已经通通被我录下来，成为法庭上的罪证。这可是绑架案，女儿又怎样？照样需要负刑事责任。我淡定躺在地上，冷冷看着他们。两个壮汉被我眼神刺到，恼羞成怒。他们大力攥住我的衣领。下一刻，砰的一声，地下室门开了，警察涌了进来。我说了，有困难找警察。两个大汉吓得抱头鼠窜，被冰冷的锁铐禁住。他们蹲在地上，慌张大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不想坐牢，我没有绑架。”一个大汉艰难抓住警察的裤脚。我是受人指使演这出戏的，不是真的绑架。不是真的绑架，是一位林女士托我演这出戏。他们猛地指向地下室的箱子，警察迅速带上手电筒搜过去。一个穿着白裙子、蹲在箱子后的女人，一动不动。是林婷。我冷眼看着她，真是意料之中。林婷腰间缠着绷带，惊恐地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无所遁形。警察猛地制止住她，她被反手扭在地板上。林婷尖叫：“我没有绑架，那是我妈。我怎么可能绑架我妈？我只是开玩笑。妈，妈，你说句话呀！”我在年轻警察的搀扶下站起。我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做。是我哪里亏欠她了吗？她竟是想要我的命。我茫然无措，红着眼睛道：“我手上有刚刚的录音。”我以为是遇到歹徒，赶紧录音。就在刚刚，我还以为我要见不到女儿了。接着，我捂住了头顶，铁棍击中的疼痛很快就涌了出来。我落着泪。年轻警察气得咬紧牙关，太可恶了！哪有这样对亲妈的？没事的，阿姨，你把录音交出来。即使是你的女儿，我们也能让她伏法。血缘也不是逃离法网的借口。闻言，林婷更慌了，她着急地在手铐里扑腾。妈，你快跟警察说我只是开玩笑的。妈，你原谅我，我绝对不是想害你呀。林婷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，悔恨万分。开玩笑？那道闷棍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，还要摘了我的眼角膜，挖我的心脏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我拍了拍警察的手，把手机里短信拿给他看。其实她很快就不是我的女儿了。今天出来，就是女儿说要跟我断绝关系。她在外面贷款给婆婆换肾，现在还不起，就想让我把养老费给她。在场的警察都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想到还有这么狗血的在后面。我看着林婷，现在你的下场才叫活该。林婷被扭送到派出所。巧了，迁户口不就是在派出所办的吗？兜兜转转，
也是到目的地了。我刚拿出户口本，林婷突然想挣脱开警察，癫狂般抓住他。可惜，那可是警察，他只能在原地无力挣扎。不能签，我还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不能告我，我根本没有害你。那2个人也只是我找来的演员。妈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害你啊！他言辞恳切，朝我一字一句忏悔解释。有事找就是我女儿，没事就是我该死。可惜，如果今天我没有反应过来，早早报警，没有带上录音笔，没有找好后路，那现在我岂不是把存款给他，被他像个破皮球一样踢到一边，只能沦落到大街上捡垃圾吃啊！他的户口移得成不成功也不重要了，我早就不认他了。突然，警局外又传来一阵嘈杂，是陈希静那一大家子。陈希静着急地冲向林婷，像是没看见他的手铐。怎么样？钱要到了吗？他掐去林婷的肩膀，被警察狠狠一把拦住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她老公。言语掷地有声。这不巧了，林婷现在就差个人保释她。还有陈希静，你也是我要告的对象呢。这要巧，不请自来。我指向陈希静和那坨挤着来要钱的人。你好，我要告他们虐待病人。全场哗然。我放出证据，是沈芙蓉的视频。这段时间以来，跟我偷偷保持联系的就是他。趁着上厕所、吃药，他无时无刻不在跟我沟通联系。今天这个局，不仅为了让林婷伏法，也是为了替他夺得公道。视频里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形如枯骨。他颤颤巍巍，眼泪倏地从眼眶边流下。他要控诉的就是陈希静这一大家子。病床上，他虽然痛苦，但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好儿子们是怎么为了得到他财产的位置，不断用言语迫他，怎样没经过他的同意，就给他做了换肾手术。明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接受换肾手术，手术带来的排异效果只会让他更痛苦。但他们为了所谓的让他活下来，为了更有概率获得他的财产，还是照做了。他一字一句，如泣血般控诉。最后，决定把他的遗产全部捐献给福利院。在这句话出现前，他们还无动于衷，直到发现自己得不到钱之后，突然失心疯般冲向我。你说什么？妈把钱捐了。陈希静终于暴露她的真面目，难以置信的怒吼。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，是遗产。沈芙蓉自杀了，那一大家子涌来，被警察一个接一个压在了地上。谁能想到无耻无下限？
他们完全不在意沈芙蓉的生死，只在意钱。沈芙蓉的血泪还印在警察的脑海里。在场的警察有许多看得落泪的。警察带着愤恨看向陈希静他们，锁铐被一个接一个地铐在他们手上，任由他们疯癫般怒吼，都没有用了。沈芙蓉浑身的伤都能当证据，直到现在，我都为她而难过。我也没想到她会自杀。今天这出戏，不止林婷是导演，我也是，沈芙蓉也是。为了不惊动他们能跟沈芙蓉真正面对面联系上，也为了引出他们，被绑架本就是我策划好的时机。只有他们迫不及待出来找我拿钱，沈芙蓉那边空下来，我才能录下证据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沈芙蓉会自杀。她是真的想讨一个公道，也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为了她而难过，但却没办法救她。有听清是遗产吗？你们的妈妈死了。陈希静大哥第一个暴躁怒骂，我管他死不死。我妈的遗产呢？你是不是全吞了呀？跟林婷那个婊子一个样，一起骗钱，把我妈钱还回来。我还以为在这个死老太婆面前多献殷勤，她就能把钱全给我，生怕她死当遗产平分。结果她竟然刚捐掉了。陈希静也不甘示弱，我妈有没有说钱多分一点给我？我分的肯定要占大头吧？我那么辛苦。林婷难以置信地站在一旁，到现在没缓过来。她瞪着天，嗫嚅，一切都完了。她所有的贪欲，所有的计划，通通都成为了泡沫。警察愤恨地压住他们，再吵就是扰乱公共治安。现在要根据这个对你们进行调查，这样狗血、淋漓尽致的人性，也是难见。偏偏我和沈芙蓉全都遇到了，还好上天有眼，我们还有法律。林婷被押进警局，随之而后的还有那一大家子。他们不敢相信地趴着警察，不愿意接受自己有罪的事实。但他们就是罪不可赦呀。我走出警局，看着天光，仍旧久久不能平静。人性的恶会把血缘也变得肮脏，或者说，血脉也会变得漆黑。我到医院，遇见来检查沈芙蓉尸体的警察。沈芙蓉的手臂满是指甲的掐痕，那上面纵横交错，惨不忍睹。她的背上也满满都是淤青，紫红一片，完全消不下去。我和沈芙蓉其实很少接触，但她的遭遇却让我难过到难以言喻。那天被林婷拉进病房，看见她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，我给她倒了一杯水，用棉签沾湿水，轻轻替她润一下嘴唇。不为别的，我就是看不下去了。当时她流着泪，
把一张他准备了很久，但完全没有机会递给别人的皱巴巴的纸条给了我。那上面是：快走，救我。我才知道他过得有多痛苦。沈芙蓉也知道他生出狼巢虎穴，让我快走。想到这，我有些难以表达内心的感受，是那种兔死狐悲的苍凉，就第一次看见他躺在病床上的模样一样。还好，我替你报仇了。林平绑架未遂，陈希静那一大家子恶意迫虐待老人，他们现在进监狱里忏悔吧。终于结束了这场狗血闹剧。有时我望着天，也难以理解人性怎么能这么复杂。金钱的魅力确确实实能使鬼推磨。我全心全意投入福利院的工作，在小伙的帮助下，在新的城市里开展了许许多多志愿活动。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志愿的魅力，许许多多小孩都找到了他们的家。那些小孩在被领养后的1个月内，都会迫不及待回到院里，用自己省下的零花钱买一些日用品回来。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是从福利院出来的，不会忘记这里是他们的根。他们懂得感恩。每当院里有新的小朋友来，我都会说，我们院的主旨是懂得感恩。油钱不够，我带上那群青年小伙，还成立了老年人保障会。许多被儿女抛弃，不得不流落街头，没办法饱食的老人也得到了庇护。许多在医院病痛不堪的老人也得到了保护。我也把存款真正用对了地方。沈芙蓉的存款，我拿去成立了芙蓉福利基金，它值得我们记住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